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講到西班牙跟意大利，你腦中第一個畫面是什麼？大概就是陽光、美食、古蹟，對吧？但今天我們要從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角度來拆解這兩個南歐大國。我們會跟着一位有40年經驗的資深外交官的視角，帶你去看那些旅遊書上絕對不會寫的最真實的樣貌。好，那今天的內容我們會分成4個部分來聊。首先，我們會回顧一下這2個曾經的帝國，他們的輝煌歷史留下了什麼。接着，潛入南歐文化的魅力核心。再來，我們會看看他們在現代社會遇到了哪些機會跟挑戰。最後，也是最精彩的，我們會透過國際外交官的第一手筆記，來看看國際關係在台面下是怎麼運作的。那我們就先從第一部分開始來聊聊歷史。畢竟要了解一個國家，你得先知道它是怎麼來的。這就有意思了。意大利跟西班牙雖然是鄰居哦，但他們的帝國之路可以說是完全不同。你看哦，意大利你可以把它想成是陸地上的霸主，也就是羅馬帝國的核心。它留下來的法律、哲學，到現在都還是整個歐洲文明的基石。而西班牙呢，走的完全是另一條路。他們是航海王，是第一個建立全球航海帝國的國家，把歐洲、美洲串聯起來，把自己的文化灑滿了全世界。西班牙的歷史啊，真的就是一本超級精彩的混血故事書。最早有羅馬人來過，後來被西哥的人統治，接着是長達將近800年的摩爾人時區。這段時間帶來了深刻的阿拉伯文化影響，一直到1492年，這是一個關鍵年份。他們不只統一了國家，還贊助了哥倫布出海，直接開啟了西班牙稱霸海洋的黃金時代。這就點出了一個很耐人尋味的關係。那位資深外交官就說，到今天，西班牙人打從心裡最佩服的國家其實是意大利。他們覺得意大利才是真正的文化領袖。這很有趣，對吧？就算西班牙後來也統治過意大利的一些地方，但那種對於羅馬帝國文化根源的尊敬是擋不住的。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聊完了硬邦邦的歷史，我們來看看這些文化基因是怎麼開出我們今天看到的這麼迷人的南歐文化的花朵。講到西班牙文化，腦中浮現的關鍵字絕對就是激情跟張力。不管是鬥牛場上那種生死一瞬間的戲劇性，還是弗朗明哥舞者用全身的力氣跺腳甩裙，傳達出來的那種濃烈情感，甚至是番茄節跟奔牛節那種全民瘋狂的慶典，都展現出一種非常奔放的生命力。那意大利呢，走的路線就不太一樣了。如果說西班牙是奔放的激情，那意大利就是精緻藝術的代名詞。它是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從歌劇的華麗到米蘭時裝週引領全球的時尚，甚至是那些像藝術品一樣的超跑設計，都展現出一種對美學極致的追求。聊完文化，當然不能不聊吃的嘛。這2個國家都站在地中海美食的頂端，但風格完全不同。西班牙的代表作就是可以讓你一口接一口跟朋友分享的 tapas 小菜，金黃色的海鮮飯，還有那個國寶級的伊比利火腿。而意大利就是把麵粉跟番茄玩到極致的藝術家，他們的意大利麵跟披薩定義了全世界對這2樣食物的想象。這就讓我想到那位外交官分享的一個超有趣的小故事。他說啊，意大利人對食物的講究已經到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你就算是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隨便點一盤意大利麵，都好吃到讓你覺得不可思議。好，那享受完了文化跟美食，我們也該來面對一下現實了。讓我們把鏡頭從過去拉回現在，看看這2個國家在21世紀共同面對着什麼樣的挑戰。現在2國有一個共同的痛點，就是年輕人失業率。你可以想象一張經濟報告，上面有2根特別突出的紅色柱子，分別代表着西班牙跟意大利的青年失業率，都非常高。這不只是一個數字啊，它背後代表的是整個世代的焦慮，也嚴重拖累了國家的經濟活力。而且啊，問題還不止這個，他們同時還要面對好幾個燙手山芋，像是從地中海湧入的大量難民，這直接衝擊了社會跟公共安全。同時，2國政府的債務也都非常高，經濟轉型迫在眉睫，可以說是壓力山大。那政治上呢？他們2個很像，但又有點不一樣。
簡單來說，西班牙有國王，是君主立憲制；意大利有總統，是議會共和制。但不管是國王還是總統，主要都只是國家的象徵，真正手握大權、管理國家的都是民選出來的總理。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好，我們知道了這些大方向的問題，那在第一線的外交官眼裡，這些事情又是什麼樣子？國際關係到底是不是像電影演的那樣呢？這裡有一個超級經典的外交實務案例，我把它叫做火腿換水果大作戰。目標很簡單，讓超好吃的西班牙伊比利火腿可以進口來台灣。聽起來很棒，對吧？但這件事前後花了外交官好幾年的時間。第一步，要先說服台灣自己的檢疫單位，跟他們解釋鹽醃風乾的製程很安全，不會有問題。第二步，光說不練沒用，直接安排台灣的專家飛去西班牙，親眼看工廠，建立信任。最後才終於促成雙贏，我們開放火腿進口，西班牙也同意讓台灣的水果賣過去。當時還有一個外交上非常棘手的問題，就是在西班牙的官方文件上，我們台灣人的國籍是被標注成中國台灣。經過那位外交官非常長時間的努力，不斷的溝通協商，最後終於把它改成了台灣台北。你聽起來好像只是改了幾個字，但在外交領域，這一步的意義真的非常重大。這是一場沒有硝煙卻至關重要的勝利。我們剛不是有提到公共安全嗎？這個外交官就有個超慘痛的親身經歷。他說有一次他在意大利搭高鐵，突然有3個穿着很體面的女侍衛上來跟他問路，他還在好心指路的時候就覺得口袋怪怪的。2秒鐘，就這麼2秒鐘，他的錢包就不見了。而這時候火車正好關門開動，這也血淋淋的提醒我們，出門外警覺性真的要點滿。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今天聊了這麼多，其實最想傳達的是，西班牙與意大利，他們真的不只是擺滿了古蹟的歷史博物館，他們是活生生的、充滿活力的現代國家。在這裡，輝煌的過去跟複雜的現在，每一天都在進行着對話跟碰撞。這就留給我們最後一個思考：當這2個古老的文明在面對全球化的各種挑戰時，他們深厚到有點沉重的歷史，究竟是幫助他們前進的力量，還是一種甜蜜的包袱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從帝國遺產到文化魅力，再到現代國家的挑戰與外交前線的角力，我們看到了西班牙與意大利遠比明信片上更複雜也更迷人的樣貌。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